二少奶奶，这件事情怎么闹得这么大呀？方局长，这件事情是我们唐家的失误，但是我们已经对死难工人做了补偿啊。二少奶奶，请您理解啊，不是我方某有意和唐家作对，跟您过不去，只是一时名分太大，工人的家人情绪激烈，我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将您请来，以平复工人家人的愤怒啊，也不想让事态扩大。您也知道的啊，司马督军在本县巡查，这一阵子我可不敢出任何的纰漏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俗话说，民不举，官不究，啊，只要工人的家人不再闹事儿，怎么都好说。但是，为了不让外人抓住我方某的把柄，还是委屈二少奶奶在牢里多待些日子。方局长您放心，翠芬我也是明事理的人，不会给局长添麻烦的。方某还有事儿，二少奶奶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局长您忙。来啊，送二少奶奶回去。是，二少奶奶，请。方局长，哎呀，我的大少奶奶呀！哎呀，感情又是为你翠芬妹妹的事儿来的吧？哎呀，你们姐妹俩可真是没话说呀！还是方局长聪明，一猜呀一个准儿。我可不就是为了他的事儿来的。哎呀，大少奶奶还是那么客气啊，让我放人是吗？好说好说，您一句话。跟着吧。太太，吃饭了。这位大嫂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姓于。于嫂，辛苦您了。我可没太太您这么好命。您在里面，还有个男人这么关心您，可我们只能凭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。你是说，来看我那个人？他是我们府里的管家。管家能对少奶奶这么上心的，可不多见呀。我是说，他可真够细心的。他是个好人。于嫂，你还没有成家吗？成了。那，你男人呢？死了。于嫂，别难过。我男人也死了。我一点都不难过。我男人勾搭上了别的女人，这对狗男女死得活该。太太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太太，您不必难过，您男人是死了，可还有像管家这么好的男人在您身边，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队长，把马翠芬给我带出来。到底是唐府的少奶奶，是该放了。放什么放？是她吃苦的日子到了。队长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人不想让她出去呗。开门。是。队长，马翠芬，起来，过堂。哟，
真不愧是二少奶奶啊，做班房还大鱼大肉的。吃个屁！到杨爷那儿去吃去吧。来人，给我拉出去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带人犯。放手！马翠芬，你可知罪啊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香料坊锅炉爆炸，造成工人意外伤亡，是我没管好，我也很痛心，我愿意承担。我现在不是问你承担不承担，我问你知罪吗？什么没管理好啊？啊，你不要轻描淡写的想来掩盖事实真相。不知道方局长所谓的事实真相是什么？蓄意报复，蓄意谋杀。蓄意谋杀？方局长，这罪名可不是乱加的。我料你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承认。不过我也有办法。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嗯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定罪是要讲证据的。方局长，你告我蓄意谋杀，你可有真凭实据？自然是铁证如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就看你招还是不招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承担的我也会承担。至于其他莫须有的罪名，对不起，我马翠芬没什么可招的。哎呀，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啊？那我就给你提个醒吧，啊！唐府香料坊原包工头因不满你的霸道与剥削，曾经想要带领工人另谋高就，与你发生激烈争执，于是你就怀恨在心，啊，处心积虑，设法报复。当你独揽香料坊大权之后，你立即设置锅炉爆炸，想炸死袁工头，不成想却当场炸死工头之胞弟，而且你殃及无辜，死伤多人。马翠芬，你的罪行令人发指，罪不可赦。一派胡言，凭空捏造。姓马的，你就别再狡辩了，啊！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，啊！我方某也可网开一面，对你从轻发落。书记员，把认罪书拿来，让他签字画押。你们贪赃枉法，栽赃陷害，大胆刁妇！哼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来啊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招吧！姓马的，你还是乖乖的招了吧，啊！瞧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哪经得住这样皮肉之苦啊？没有的事儿，找什么？你还嘴硬啊？
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看你招还是不招。呸！卑鄙！你们滥用刑法，行刑逼供，我要告你们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给我接着打！马翠芬，你死定了！局长怎么样？啊，哎，我的方局长，你可真是厉害啊！哎呀，我的大少奶奶，您的吩咐我敢不遵命吗？怎么样，这下满意了吧？还差那么一点儿。啊，哈哈。这下行了吧？行。哎呀，大少奶奶，你怎么感谢我呀？这下够了吧？曹师傅，哎，曹师傅，找个僻静点地方，我有话问你。好。我来就是问问你，凭你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到底锅炉为什么会爆炸？是不是像大少男所说那样，是人为破坏？引起锅炉爆炸的原因很多，这2天我也仔细研究过锅炉碎片，绝对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你就是放手让二奶奶破坏，她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啊，她根本就不懂这个玩意儿。好，如果需要你出庭为二少奶奶作证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啊，二少奶奶是个好人，而且分明这个事故也不关她的事儿啊。只是怕我说的话他们不相信啊。怎么样才会让他们相信？还是要生产这个锅炉厂家派专人鉴定才行。我明白了。局长，局长大人，是唐府的萧管家呀。小小意思，小小意思。有事儿说事儿啊，咱们不搞这些。现在在抓贪污腐败，你这不是在害我吗？局长大人，小人不是这个意思。小人是奉了唐太太的命，特请局长大人法外施恩。你是说你们二奶奶这个案子吧？你来的太晚了，这个案子已经结了。马翠芬报复杀人，啊，证据确凿，杀无赦。
局长大人，会不会搞错了？搞错？杀人重案，岂是儿戏？犯人马遂文已经签字画押，供认不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。局长大人，您明镜高悬，能不能再复查一遍案情？二少奶奶她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混账！你敢污蔑本局，冤枉他你敢诬陷本局，制造冤假错案？小人不是这个意思，小人恳请您能够复查一遍案情。局长大人，没这个必要了。这个案子已经是铁案，就是天皇老子也翻不过来。犯人明天就要押赴刑场，杀头示众，以平民愤。你不要再说了，说啥也没用。明天就要行刑。局长大人，就是处死一个死刑犯，也不能这么草率吧？局长大人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老子我说的话就是王法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是。局长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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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情我管不了。太太，这件事您不能不管，您要是不管，二少奶奶她就死定了。我怎么管？方局长已经明确表示了，这件事情引起的民愤极大，况且又证据确凿，如果不杀，是难以平民愤。方局长也很难跟上面交代。这样的情形，你让我怎么管？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情，你硬要我去做，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搁？他是官，我是民，以后的生意还要靠他照应，得罪了他，我们谁都不好过。难道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二少奶奶被杀头吗？太太，我想管我也管不了啊。看来这就是他的命。太太，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想睡一会儿。我替你做主，让你得到应有的名分。你们俩在我这儿拜了天地，就是夫妻了。你是个男子汉，要我也帮不了你。
伪造假口供，要我承认蓄意谋杀，滥用行刑屈打成招。他一定是受奸人所使，这次要翻案，不可能了。二少奶奶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，哪怕今晚劫狱，也要救你。别傻了，阿根，你一个人救不了我的，别把自己也赔进去。听天由命吧。二少奶奶，有很多话我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说出来。我爱你很长时间了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。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，甚至去死。我从来没指望您能接受我什么，在我的心中，您就如同女神一般。我愿意在您身边，哪怕只是看着你，我也心满意足。所以，我阿根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一个人苟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一定要救你。阿根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有香秀，你们还有孩子。这位施主，你又何必如此执着呢？我见不到素贞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本来没有你要找的素贞姑娘，只有静慧。阿弥陀佛。师太，我求求你了。静慧现在一心皈依我佛，我看她此番心无杂念，已抛却红尘。施主，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。他找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，你又何必再来打扰他呢？师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，这些都是命里注定好的。这里也许就是静慧最好的归宿。施主，老尼奉劝你一句，该放手时就放手吧。阿弥陀佛。师太，我不会强求素贞做什么，但是我还会再来。只有我看到她真正的平静下来，内心的平静，我就会放手的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大姐，你这是给谁求签呢？给谁？还不是给我家那个丫头，祈求她能嫁个有钱的人家。哎呦，嫁个有钱人不一定有幸福。你看那个马家村的马有才，把女儿嫁给唐家做小妾，结果怎么样？福没享几天就做了班房，还不如嫁个普通人家。呀，是呀，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。可不是啊。真作孽哦！二少奶奶这么好的个人，他们竟然要把她
见多识广，再想想办法啊！你一定有办法把二少奶奶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想想办法。没办法了，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。我真希望自己神通广大，可是那个警察局长，他认定二少奶奶是死罪，而且明天就……那咱们也不能干坐这儿等吧，等着看二少奶奶的冤死吧。我不会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我要去劫狱，就是死，也要把二少奶奶救出来。小鬼子，劫狱！你疯了！魏婆，我没疯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魏婆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小鬼子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真的这样，警察能放过你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阿根，瑞婷，你知道吗？瑞婷，知道了，我就是为事来找你的。我有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什么办法？你说。我听说，省里的督军来咱们当地巡查了，而且经常在街上巡视。咱们能不能学古人来一个蓝教告状，鸣鼓申冤呢？击鼓申冤，这能行吗？对，这个办法好。阿根，你明天去请锅炉专家。这里啊，我来安排。我把唐府的家丁丫鬟，统统的召集在一起，就向督军跪拜喊冤。对，这样更好，人越多越能引起督军的注意。好，那我们还需要写上状子。状子？哦，你们别管了，我来写。少奶奶，今天早上家丁和丫头们都跟着魏婆出了唐府，拦都拦不住。不好，难道是去？富贵，赶紧的，去警察局跑一趟，把这个交给方局长。好，快去！太太，吃饭吧。最后一顿了，赶快吃吧，哪怕是做鬼，也要做个饱死鬼。不知好歹，你赶紧的回去，他爱吃不吃，反正过不了几个时辰就要送他上路，饿就饿着。哼，马翠芬，你也有今天。于嫂，你能陪我说说话吗？哎，你不能和死囚犯攀谈，这是本监狱的规矩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！督军大人，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大人冤枉啊！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挡本督军的路？督军大人，实在是有重大冤情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学古人拦轿告状，还望督军大人明察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！督军，出什么事了？太太，没事儿，只是有人喊冤而已。喊冤呐！啊？那你还不赶快去查查？
我们来本镇不就是为了督察的吗？对。我们都来了多日了，看到的尽是好的一面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！这满大街啊，全是警察局的人，什么坏的、丑的，全都遮了起来。你这个督军呐，还有什么督头？夫人言之有理，去，把状子拿给我看看。太好了，二少奶奶有救了。队长，把人犯把罪犯带出来。现在就带，时辰还没到吧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局长的意思，照办就是。是。开门。快点儿。把罪犯，走起来，来走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别不啦！阎王要人3更死，谁敢留过5更天？走吧，早死早投胎，下辈子啊，投胎到个好人家啊！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走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奶奶，阿根不在，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。你赶紧出去堵着去。好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我认识那位军爷。军爷。这位军爷是？这位就是来本镇督察的司马督军。是督军大人啊！您怎么会屈尊到我们唐家这么个小小的作坊来呢？这里又脏又乱的，哪里是督军大人待的地儿？大人，我是唐府的大少奶奶，您随我来，我们去唐府的正厅坐着慢慢聊。哟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四夫人，您还是在轿子里坐着比较舒服。哼，是啊，你当然是希望我坐在轿子里了，那样子你比较舒服吧？四夫人真会说笑话。你就是唐府大少奶奶，看来今天这二少奶奶要被砍头了，你一点都不伤心吗？我这妹妹啊，真是命苦，她也是一时糊涂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我又何尝不想救她？我甚至想去替她顶罪，可是这法理大如天，这王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呢。这妹妹犯的罪可是证据确凿，被定的案的。我怎能因为一点儿女私情而将律法置之不理呢？证据确凿，我怎么看着疑点重重呢？你们唐府众多家丁拦路喊冤，难道都是他们没事找事儿？四夫人，你千万别听那些下人们胡说八道呀！行了，你也不用多说了，谁黑谁白呀，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女儿还这么年轻，真是可怜呐！可怜什么呀？你没听说啊？说是蓄意谋杀，将近无辜，死伤无数啊，是罪大恶极啊！是不是啊？看不出，看不出，看着斯斯文文、柔柔弱弱的，想不到这么毒辣。怎么说不是呢？不过这种人啊，就是该杀，该杀！到了，到了，快跑几步到了！敢撞老子！撞我！撞我！福儿，住手！撞我！喂！阿根是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还没到。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在路上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这还等到什么时候？走走走，
督军大人，走了。督军大人，督军大人，烦劳您再多等一会儿吧。他们真的来了，就在路上，也许是路上出点什么差错。是吗？我看你是故弄玄虚吧。督军这么忙，总不能在这里干耗的呀。还有这么多的工人啊，都没别的事儿干了，真是。哎，督军大人，您贵人事儿多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要不我送您出去？哎，等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你这么急着想让我们走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怕被人发现了？哟，四夫人，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？我不过是……行了，不用解释了。走啊，督军大人，您不能走，您留步，请相信，我们真的是去请锅炉专家了。只要专家一到，就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。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，所以我们恳请您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。别啰嗦了，走。督军，再等一会儿嘛，就算给我一个面子啊。锅炉专家来了，让锅炉专家来了。少管家，你们可来了，你总算来了。我来晚了。来，快点！还不开始？来啊！行刑！老子知道！怎么回事？锅炉爆炸的原因就在这儿。这是水垢，水垢堵塞管道，导致锅炉压力增高，引起爆炸。这绝不是你们所说的人为破坏。我看呐，这水垢也不是1天2天能结出来的。当然不是了，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。所以说，锅炉管道一定要定期清洗。你们管道不定期清洗吗？督军大人，这事儿啊，我网上汇报过，不过一直得不到答复。你们唐府的事儿我不想过问，我只想问问你们二少奶奶何时接管的香料房？3天前。3天前？那这锅炉房爆炸跟二少奶奶就没有关系喽？督军大人明鉴，督军大人明鉴，督军大人明鉴，督军大人明鉴。拿纸笔来。哎呦，大人，请。下去，走。别让他跑了！站！给我堵住他！给我追！跟上！快点！快追！快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抓人们！去拿给方局长，让他立马放人。谢谢督军，谢谢督军，谢谢督军。有救了！行了，走。玉婷，走。哦，对。前面。走，走。
大哥，韩大哥，谢谢您救我。你不用谢我，因为我也是来杀你的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落在警察的手里。我要亲手接过你的性命，为韩岩报仇。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去哪儿？跪跪！韩岩。吹过门廊，隐约听见门铃在响。上封住的窗，依稀可见点点烛光。谁点起一路清香，绕着窗棂而上。幻化成你的模样，幻化成你的模样。秋夜，有谁见？